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对他来说是重要的吗？以及他最爱的人是你吗？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的第一组是恋人牌，中间第2组是太阳牌，右边第3组是世界牌。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宇宙所想要带给予你们的讯息。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恋人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透过牌面上宇宙所想要告诉的讯息，其实在你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虽然呢你跟对方目前的状态并不是一个比较不明确，或者是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会让你感受到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担心或者是担忧的情况，不过也会因为有这段关系的存在，或者是你经历了这段关系的种种，所以呢你更加的找到了你自己人生中在面对于爱情时你应该要保持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及呢在爱情里面你也知道你自己所想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又或者是和你知道说你自己有获得爱情的话，那么你就会明白其实自己会跟没有谈恋爱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那样的一个样子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在这段感情里面的话，原本呢你可能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或者是你在对于爱情的话是会比较会不知道说自己应该如何去经营一段关系，又或者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你会整个人会比较有一点沉闷一点。但因为对方的出现，或者说当你获得了这段感情的时候，其实你开始渐渐的想要去改变你自己，又或者是说你会希望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是可以变得更加的多彩多姿。所以呢，因为你跟对方相处了之后，反而你会发现到自己有一些更多可能比较是无聊的个性，或者是说是一个比较内向的性格，或者是在对说生活是原本认为说只要平凡就好，但现在遇见他了之后，你反而会更加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可以变得更加的不一样，或者说你可以透过自己的不同，然后带给对方更多的快乐，或者是可以带给对方更多一个未来的人生中的方向。所以呢，在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你可能原本呢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爱情的人，或者说比较不会表达感受，甚至可能在面对自己所喜欢的人的话，你有时候可能会有点比较害羞，或者说会有点语态保留。但遇见了他之后，其实反而会激起你们会愿意，或者也会想要去让对方尝试的了解你们自己，或者是你会很享受两个人之间在相互倾吐心事，或者说两人之间在互相的安慰彼此的那样的一个氛围，或者是说那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因此也可以知道说，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你改掉了很多一直以来你会希望可以变得更好的那样的一个习惯，或者是说那样的一个个性。但是有时候这段关系或许带给你了很大的改变，所以有时候你还是会很担心说对方是会离开自己，又或者是说对方是不是会不喜欢一个全新的你们，或者是说对方可能不会想要跟这样子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你们有互动，或者是说有来往。所以在面对说这段关系，虽然你有发现到自己的一个不一样，但是你会开始渐渐的反而会更加的担心跟害怕对方会离开你们。那这个是属于比较深沉一点想法，比较表面的想法，你们会认为如果说有一天对方真的离开你们，你们本身不会有太多的难过，或者是说你们并不会发现，就是你们并不会想要去挽留对方。但是当你们在更深一层，或者是说当你们一个人静下心来的时候，其实你们会发现到，其实自己是非常在乎他的。当对方真的离开你们的时候，其实你们反而会比较担心，或者是说会比较害怕对方再也不理你们。其实也是因为你们比较有自信，所以会
比较不会担心对方想要离开你们这件事情。但是当你们开始变得又没自信，或者说当你们对于说这段关系开始找不到所谓自己在他心中的定位，或者说你感受不到他是很在乎你们的话，那你们就也会开始有更多的担心跟害怕。那么再就是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你一直来的爱情想法，因为遇到了这个人之后，你开始会有很多的转变跟很多的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原本认为远距离的感情，那么就一定会失败，或者是说一定不会成功，对方一定会偷吃，但可能因为刚好遇到这个人，远距离的感情反而会增加两之间关系的信任度，或者是说对方开始会跟你报备，或者是跟对方相处的话，反而会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反而两之间感情会越来越好，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转变跟不同，然后有点像是说颠覆了你以前在对说一段感情的经营方式的一个态度跟方法，所以可以算是说我们俩之间遇到了彼此之后，你们在对于一段感情里面所付出，或者说所应该要改变，或者说所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或者说开始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做法跟方式。那其实在对于他来说，这段关系的一个存在，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他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比较有一种放松的感觉，或者是说他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是很能够做他自己的，就像有时候他是做一些比较无聊的事情，又或者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没办法接受，或者是说会有点比较排斥的心态，或者是会比较看不好他那样的一个性格，或者说他那样的一些的做法，但是反而你可以用一个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他可能想要去表达的事情的想法，或者是他的说话方式，或者是说他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你是愿意站在他的角度去为他思考的。所以就算他这个人再怎么样的有时候无理取闹，或者说他有时候真的是再怎样的很无聊，做出一些让你觉得有点傻眼的事情，但是你都能够去接受，或者是你是能够去接纳，所以因此呢，对他来讲，在你身边他反而会觉得是一种比较能够很放松，或者是能够很放心的做他自己。那再就是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其实他本来呢是没有太多的想法，或他其实也没有想说要拒绝你们，或者他也没有想要去刻意的跟你们保持距离，而他反而只是很喜欢去做他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或者说他会以他自己的生活为主，就是他原本是比较不会去考量到，或者说也不太会去顾及到你们的感受，但是在因为遇到了你们之后，就是他在随着跟你们之间相处的这个过程之中，发现到你们很多的不同，或者是说会发现到你们总是会以他为着想，或是你们会总是去照顾到他的心情跟感受，所以他开始渐渐的会对你们产生有一种依赖的感觉。那他也开始逐渐放下他的心防，想要跟你们更加的靠近。所以对他来说，因为有你们的出现，跟你们有慢慢的去建立他在对于说感情啊，或者说人际关系相处这部分的信心，所以呢，他开始也渐渐的会慢慢的也不会再去在意那一些比较不重视他，或者是对他来说是已经过去的人的事情，因为他原本可能在面对说过往的事情，他有时候还是会比较在意他心中的别人可能对他的评价，或者说对他的看法。可是因为在遇到了你之后，他反而开始觉得，好像有一个真正在乎自己的人，会照顾到他自己的心情的人，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反而那一些已经离开他，或者说伤害自己的人，就是应该不需要再去特别在意。所以因为遇到了你之后，他开始渐渐的会去放下那一些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很多的过往。那只一开始的时候，他因为本来在对于说感情的事情，或者说人际关系相处的部分，他是有一点阴影的，甚至可能会有一点小恐惧，所以他反而就会想要保持距离，或者是不想要让你去更加深入的了解。但是就因为你一直以来很多的不同，或者说你很多的改变，或者是你一直都很用心的对待他，所以他开始会想要放下心防，然后慢慢的跟你靠近。所以你们这段关系他也是一个在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下跟你们慢慢靠近，他也并没有说想要特别拒绝你们，或者说也没有特别想要去靠近你们，所以这个对于你们这段关系来说，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因此呢，你们在他心目中的话，反而会是一个可以让他去放下心防，或者说值得依赖、值得靠近的这样的对象，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相处的模式。只是有时候他现在偶尔还是会有一点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就不太会去搭理你们，甚至有时候你们传讯息给他的话，他也基本上有时候蛮常会不读不回，或者说很慢才回复你们。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要去回复你们，而只是因为他想要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或者是说他反而有想要去更加的了解他自己目前的生活，他可能什么样的重心是可以让他感受到比较惬意的，或者是可以让他感受到比较放松，可以稍微的离开就是现在目前生活中所让他感觉到比较有压抑，或者是说让他感觉比较沉重这些包袱的事情。所以算是因为有你们的出现，所以反而呢让他有更多的信心，或者是说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专注在一些他想要去改变自己，或者说变得更好这样的事情上面。所以会蛮恭喜你们，就说在对于他来讲的话，你们在他心目中是一个值得依赖、值得依靠跟值得相信的一个人。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其实在你们的这段关系，或是说你在他心目中的话，我们相信其实你更想要知道就是他到底对你有没有爱的感觉，或者是说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他展现出来的好啊，或者是说他在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他所做出来一切，是不是他表示真的很在乎你们，所以你们想要知道到底你们对他来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很重要。那透过宇宙讯息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对方跟你相处的时候，他确实我前面有讲到是能够做他自己，然后能够很放松，但事实上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你对他来说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并且他也觉得你是在他生命里面是他希望可以继续相处，或者是说是可以继续聊天，可以继续认识的这个人。但是呢以塔罗牌的宇宙讯息是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更多对他来讲的话，会比较像是一个在朋友跟暧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程度。所以呢，当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你希望可以对方注意到，或者是说可以为了你做一点什么，或者是当你可能不开心啊，或者说可能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他可以展现出他把你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他可以把你照顾得非常的好，或者是说可以愿意为了这段关系，然后他可以稍微低下头。但是以塔罗牌讯息，其实这个部分会比较困难的，甚至呢他会把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他已经有想过很多次，并且呢他也会是非常希望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相处上面是可以往一个比较和谐，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的相处上面是可以有个共识的，他反而不希望关系里面会有稍微有点越界的情况。所以因此对他来说，他更多的是他非常的习惯你们在他旁边的出现，或者是说你们在他旁边，在他身边照顾他，或者是对他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他也因为这样子非常的享受你们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那相互依赖的话，可能对你来说是因为你喜欢他，你才想依赖他，或是你才想去照顾他。但对他来讲，他反而会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他反而会更加的是看出，或者他会感觉，或者是他会认为其实两人之间的相处是比较像是朋友的，所以他会对于你他会有放出更多的信任，所以才会没有那么的有包袱的方式跟你相处在一起。这个或许也是因为他把你这段关系虽然看得很重要，但是呢却把你当成像是一个朋友一般的感觉，同时也会因为你其实在他心目中算是一个他会认为是值得效仿的人，甚至你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是非常让他会想要去把很多的专注力跟注意力在你们身上。所以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仅是认为想要提升他自己之外，那么也是希望可以巩固这段友谊。所以当你们两个之间相处的时候，对他来讲，他反而会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或者是会不自觉的很放松。那对你们来讲就会觉得有一点受伤，因为你们就是因为喜欢他，然后你们也很庆幸就是自己的外表，或者说自己的外在，自己内在的个性都是有符合到他所想要的。但不偏不倚，就是对方在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他反而就是会有点
太过于放松了，或者说太过于舍不得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断联，所以当你可能在对说这段关系有一些比较想要离开的讯息，或者是说开始对他有点距离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的靠过来，他就会主动的想要去吸引你们注意力，那这个你们可能就会觉得很开心，甚至你们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困惑的，就是对方究竟把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视为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因为对待你们来说是非常期待呢关系是可以往更进一步的去发展，但对方有一部分就是他本身是有注意到这个部分，另外一个绝大多数就是对方是没有注意到你们这段关系，就是你是有一个特殊或者说特别的情感在里面，所以这段关系其实也算是牵扯还蛮久。洋洋会认为这个讯息来看的话，你们至少应该有牵扯大概是1年，大概是8个月到1年半的时间，比较像是说你们俩之间都一直停留在关系里面，因为他是一个，如果说他有发现到对方对自己有异常好的话，那么他如果不喜欢对方，他就会很主动的跟对方讲清楚，反而不希望对方越界，因为他希望是一个可以保留这一段友谊的这个关系，所以才洋洋会认为说这段关系里面比较多的讯息是你们认识8个月到1年半、2年半左右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再更久的话，可能对他来讲，就是因为他真的太晚发现了，不然基本上他是会把所谓的爱情跟友情是会把它划分的还蛮清楚的。那在其实对他来说，他会蛮重视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里面，你可能在你的心情的部分，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心情上面因为这段关系，所以你反而有时候会有一点起起伏伏，或者是说会很 care， 会很在意他在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表情，或者说一个表现，或者是你们心情上面的样子，因为有时候他会，因为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还蛮有分量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他是真的蛮在乎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情分，所以当你可能在对于说这段感情，或者说你们之间的心情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他就想要去主动的关心你们，甚至他会默默的观察你们究竟好不好。那如果说是关于到你们这段关系的话，他通常会愿意想要跟你有一点表示，或者是说他会想要用明示的方式让你知道，他只想跟你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的状态，那他就会想要想尽办法让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是可以往一个更长久、更长远的方向走。他反而就是不希望这段关系就是会因为某些的原因，或是说某些的程度的事情，然后来去拆散你们之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他不乐见，他也不想要去发生的事情。那同时就是当你们关系之中，如果说你们是开始对他有点忽冷忽热，或者是说开始有点避开他手，那么他就会想着试着要去主动接近你们，然后想要去跟你们示好。那主动接近你们通常比较明显的会是说你们俩之间可能有一些的争执，或者说会有一些的不愉快的时候，他就主动买一杯咖啡给你，或者说会主动来找你讲话。这找你讲话可能就不是所谓的安慰，或者也不会像是道歉，他反正只是跟你讲一些比较日常上的对话。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呢，在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他会比较不喜欢尴尬的局面，或者是说他希望你们两个之间是一个比较和乐，或者是可以一直继续保持联系跟联络，就是他不希望这段关系是有一个交恶的情形。其实你们这段关系，你们之间的心情对他来讲，他也有曾经去认真的思考跟思虑过，究竟他对待你们是什么样的感情，或者说你们在他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跟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的存在。所以在他经过你们漫长的时间相处之后，或者是他在慢慢的去了解你，去明白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之后，那么就是现在他决定，或者说他是认为反正你们俩之间呢是比较适合当一个像是朋友之间的角色，或者说还是比较不适合有密切的往来跟那种比较亲密般的接触。如果说是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通常就表示其实对方他心里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放下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就不一定是指前任，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原生家庭所带给予他在爱情或者是说亲密关系之中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但这个人他本身又非常的向往一个稳定的关系或者是稳定的感情，所以呢他在面对于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的一段关系的时候，他难免会有一些比较鸵鸟般的心态，或者是他会比较不知道该如何去
捏关系里面该如何去相处，或者是该如何去拒绝别人。因为他本身在对说你们的话，他也不想要去把话说得太狠，因为他就是很希望你们可以都一直待在他身边，但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未必，所以就意味着说，其实两个人之间是一个比较不平等的对待，甚至在关系之中的话，就是对方他有点太过于在乎在他身边里面的每一个人，包含你，所以呢，关系里面他就是会太过于去在乎你的心情跟你的感受，但他在乎你的心情跟感受，却又是属于像朋友一般的，或者说比较没有那么深爱的。所以因此，如果说你们想要用情绪的勒索，或者说想要用情绪不好，然后想让他主动来关心你们这些的招数，其实真的都不太有用，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你们，他有时候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他反而就只是会用一种比较轻描淡写的方式来去面对，或者说来去处理你们的情绪。所以因此会建议你们说，如果你们真的对说这段关系会去影响到你们心情的话，你们一定要尽可能去调试你们自己，或者是你们必须要去重新的改变一下你们自己的方式，避免就是之后你们又会再次的受到伤害，然后对方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他有抱持很多的困惑，然后反而你们会因为跟对方撕破脸，然后就失去了这段友谊，或者说这段关系是真的还蛮可惜的。那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太阳牌组的朋友，那么在塔罗牌中，宇宙的讯息的话，其实你在这一段关系里面，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在过往或者说一直以来，你可能所感受到，或者是你有一些的转变。那首先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好的地方的话，其实你反而会对于每一段关系，或者是说在面对新的感情，或者说现有的一个缘分，你反而会更加的重视，或者你会更加的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待在你身边的这样的缘分，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有部分的人的话，你们应该会比以往更爱你们的家人。那有一部分的人，或者你们会比以往呢更喜欢去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那有一些的人会比以往来的更喜欢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你原本在面对说每一个人之间，你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来是没有那么的看重，或者是说本来都会喜欢待在某一个小团体，就是会对于说自己比较不熟的人，会有那种比较懒惰的心情，不会想要去做经营，又或者是不会想要去多认识人，就是会比较是着重在说目前以自己所拥有的一个生活圈之中。但你在遇到了你所喜欢、现在心里所想的那个人，他所带给你的改变，反而是你会更加的去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或者是你人与人之间这所谓交际之间的关系。只是有时候当你在面对于每个人之间的缘分，你虽然很重视，你也很看重，或者是你也是非常的珍惜，但你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负面上的想法。也就是说，你对于说要认识新的人的到变熟之间的这个经营的过程，你反而有时候会有一点比较排斥，或者是说你会有一种比较懒散，或者你也不会想要特别花时间去经营。但是如果说对方主动找你，然后有其他人一起参加的话，你就会一起去做。就是参加的这个部分。但如果说只有他找你，那只想要建立友谊，你就会觉得这可能会有点浪费时间，或者是就会把你所谓愿不愿意的这个部分会把它排得比较后面，你就会宁可想要先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但如果说你刚好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的话，或者你刚好比较有空闲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想说，那就可以跟对方来有一点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在对于说这段关系，其实你本来在对于感情是比较有保守的，或者是说你在对于人际之间关系是比较会不会想的那么的多，你反而会尝试着想要去以自己本来就有的为主，所以就很容易会去忽视掉一些
本来你应该要拥有的缘分，所以会反而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渐渐的让你开始去重视这一切。那么为什么会让你去重视这一切？也是因为你在这一段感情，你就是说你在对于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你们之间的付出，或者说你们之间的一个互动上，你逐渐感觉到，当你被对方给忽视掉的那种的冷落的感觉，又或者是说你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对方比较不重视你，但是你有点像是热脸贴冷屁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你那个感觉跟感触是非常的深，所以你也逐渐的发现到说，其实自己一直可能在面对于身边的人的话，就是会有比较没有办法去把握住每一段关系，或者是说会让人感觉到对方是有被你轻视的感觉，所以你有去逐渐的发现到自己其实在过往在人际之间的相处中是比较没有办法去珍惜每一段的缘分，所以因此当这个人所带给你的伤害，或者说在你的这段的追求他的过程之中，跟他相处过程中，你有逐渐的感受到发现到自己这样的一个缺点，所以你希望呢自己是能够有所改变的。那其实当你在面对说愿意去接受这样改变的话，其实你本来是比较不愿意去面对，或者说你甚至没有去察觉到自己其实是曾经有这样子一些的坏习惯，或者是说在个性上面这种比较阴暗的这一面，比较黑暗的这个部分，但就是因为自己开始逐渐受到这么多伤害，慢慢的去累加，慢慢的去堆积之后，才发现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脆弱的，每一个人都是渴望有人陪伴，每个人也都是渴望自己所付出的一切是能够被对方所看到，就算是没有办法得到相对应的回应，或者是没有办法给予相对应的回报，但至少还是希望可以得到友善的回应。所以因此呢，你对于说这样的自己的改变的话，你其实会逐渐感觉到有一种比较放松，甚至你会常常感觉到是比较快乐的。虽然有时候你还是会很渴望有一个人可以陪在你身边，一起吃饭，或者是一起出去玩，或者是一起度过一个下午悠闲的午后，也是蛮不错的。但也是因为现在的你开始逐渐感觉到有一种默默的那种孤寂的感觉，所以你反而会更加去重视每一段缘分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同时呢，在塔罗牌之中，宇宙讯息也可以知道，其实你在他心目中的这个分量的话，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甚至有时候他会认为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每一刻，会是还蛮愉快跟快乐的，所以因此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是有时候是蛮能够放松。放下他自己的一些的自尊，或者说他一些的尊严，是能够有一种朋友之间的角度，或者是说是能够比较放松、轻松的角度跟你们相处在一块，跟你们相处在一起。只是因为对于这个人来说，其实因为都是主要都是由你来去引领着这段关系的前进，或者说跟你相处在一起，他是比较能够放松他自己，所以因此有时候他就会比较不会去太过于在乎你的一些的想法，或者说他很容易会去忽视掉你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你可能比较注重哪一个部分，所以有时候他会太容易会得意忘形，会忘记了你一些在心中的需求，或者是说你可能在对关系中，你也希望可以被他给照顾得到。所以呢，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对于他来说，虽然你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存在，但是更多就是他会容易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他自己的身上。那如果说当你越是想要跟他互动，或者说当你越主动的时候，他反而就会觉得比较无趣，或者说会比较想要跟你保持一点距离，就是他会有一种俗语叫做犯贱，然后这个字可能会比较激烈一点。那其实对他来说，关系里面的话，他更加看重是两之间的互动的这个过程，或者说两之间这种互动上，所能够带给予对方，或者说那个当下氛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当你们之间互动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沉浸在关系里面，或者说沉浸在那个当下。但如果说当抽离了，或者说两之间开始分开，比如说一段时间，或者是说慢慢的抽离了。相处的这个当下，就是开始会去做各自的事情的时候，那其实他开始就会比较把他的情绪跟思绪从你们身上抽离，所以对他来说，你们在他心中的一个这个重量的话，其实是并没有到你心中所想象中那么重，那反正就是会比我们一般想的还要来得更轻一些。也就是说，对他来讲的话，
可能会是有点像是可有可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的重量其实在他心中目前来看的话是属于比较轻一点的，所以就算有一天如果说你真的比较不理他了，或者是说你有一天真的跟他保持点距离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你有点奇怪，他并不会往一些可能是有特殊情感的方面去想，所以有时候对你来说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孤单，或者说你就会觉得对方他好像对你是不在乎，那确实对他来说，如果说你们真的要谈论关于一个爱情中关系中的重量的话，那么他反而确实对你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感觉，或者说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但如果说是在对于朋友之间，或者是说所谓那种互相可以陪伴彼此那种比如说一起出去玩啊，或者说一起出去吃饭的这种类型的话，朋友之间的感觉，他反而是会蛮看重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但是有时候他难免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自大，或者是说会比较自以为是。但如果说只要你们长期相处下来的话，他其实还是会蛮看重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所以跟这人之间靠近的话，比较更多的是需要所谓的温水煮青蛙的这方式，反而是能够去慢慢的拉近，或者说慢慢的去增加你在他心目中的这个重量，或者说那种重要的一个程度的这样的感受。所以在跟人之间相处的话，有时候是真的还蛮需要去稍微用一点的方法，要不然有时候如果你太过于直接，或者是说你希望他可以留意到你什么样的一个恻隐之心，其实他真的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他也没有这方面的心思，甚至有时候他反而会有点像是在装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讯息。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其实这个人他是会更加的看重他自己在对于他的生活啊，或者是说他自己可能对哪些事情是比较在意的，他才会去投入在那个里面。反而在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的话，他确实是比较不会想的那么的多，又或者是说他反而是比较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去留意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说去注意到你可能在对说他的情感。那其实从牌面上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感受得到，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有一点自信心过膨，或者是说他会太过于在乎他自己可能在别人眼中的魅力，或者是说他会比较着重在说他的一个经济上的能力，又或者是他会非常的在意他自己的一个外表，所以呢他会把比较多心思放在他可能想要去注意的事情的上面。所以说在对你们这段关系，他确实还是会担心跟害怕你们这段关系是不是会突然结束，又或者是说会因为某一些的原因跟因素拿来去结束掉你们之间的这段的缘分。所以呢在过往的相处的过程之中，你应该可以感觉到其实对方当他发现到他要失去你的时候，他反而会有点收敛的这样情，就是因为他对于你的感觉其实他是在意的，他也是在乎的，但是他却很舍不得，因为你们在他生命里面是一个对他来说已经算是还蛮重要的存在，或者是说是已经开始逐渐慢慢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习惯，只是因为他还是会希望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话，其实还会需要有更多时间慢慢的去磨合，或者是说还是需要有一点时间让两人之间相处上面可能有更多的在比如说态度，或者是说相处的模式，或者说两人之间的想法上面会有很多一些的摩擦，那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短时间之内两人之间都是有个所谓的共识，或者是说熟悉的感觉，所以对他来讲说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会比较有一点像是每一步都走得很惊险，或者是说他在看待这段关系，他反而会有时候会想的有点太远了。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确实就很容易会对于说这段关系，他会不自觉的感觉到有绑手绑脚的感觉，所以就是因为他有时候太过于看重，或者是说太过于在乎你在他心目中，不是说应该是两之间相处，或者是他在你心中的这样一个存在的一个身份的状态，所以呢他就会想要尝试慢慢去调整他自己。所以呢当你们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真的有争执跟争吵，他就会慢慢的
应该说他会稍微释出一点主动的善意，或者是说会想要主动的去留下你这段关系。但如果说是有一些举动太大，比如说你可能想要偷牵他的手，那这可能就真的很明显的是有点逾矩了朋友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可能就会想要跟你保持一点距离，就开始那他的反应上面就会有点大，但其实他并不是想要去伤害你们，只是他这是一个所谓本能上的反应。那如果说是稳定交往中，然后是还没有办法要往下一步走的话，那确实如果说跟他谈论到比如说像是生孩子啊，或者是买房啊，或者说两之间住在一起，那是说要一起那种同居长期生活啊，其实他反而就会有一种想要避而不谈的这样子的态度上面。那单只是特别针对说是在稳定交往中的人，那如果像是还没有交往的人的话，反而对方会跟你保持一个比较适当的距离。所以究竟对他来说你到底有没有多重要，那其实就像前面提到的，就是你在他心目中的那个重量程度是还蛮轻的，所以你对他来说重要的程度他确实比较没有的。因为你在他心目中的身份，有时候当他可能有新的人来到他生命里面，或者说他有遇到一个让他觉得还不错相处的人，他就会蛮愿意花那些时间去陪伴那个人。甚至从牌面上也可以知道说你在他心目中的那个地位是比较后面的，就是说他可能会以他的工作，或者是说他一直来都认识比较久的人，例如说像是从高中的朋友啊，从大学的朋友，或者说更久就是从国中的朋友之类的，就是那种跟他相识越久都没有离开他的那些人，他反而会比较去重视他们，会以他们为主。但你的部分他就反而会放得比较后面一点，因为他反而会希望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不会去影响到他的人生，然后甚至他就是也不会就是你对他来讲的话其实算是一定有程度的重要了，但是就是没有到你想象中的那么的重要，就是反而会比较轻一点。然后这是也可以知道说，虽然就是这个人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可能会比较是以着重他为主，可是他却还是没有想要去让你们离开他，或者是说他这人其实会有一点比较自私一点，会想把你们绑在他的身边，或者是说他会比较去享受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一直以来所带给予他的一个安定跟稳定的感觉。所以就是不晓得是不是在一直你们相处的过程之中，都是由你来去主动经营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当你们面对争执跟吵架的时候，或者是有利益关系的时候，你反而就是会比较是着重在于说他的感受，他的感觉，他可以得到什么，然后你可以帮他什么，反而你是会比较容易去忽视掉你自己的感受跟感觉。所以对他来讲，他虽然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会比较偏向于说是没有那么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你还是在他心里面是有一定程度的分量。所以呢，如果说你们之间是有一点争执跟争吵，所以前面有提到他就是会来主动的示好，或者说会稍微关心你们一点。那如果说他们之间相处的感觉是比较有一点暧昧，然后又没有把关系讲得很确定，然后两人之间又相处得很快乐，那个当下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仿佛就是他的另外一半，就是会有这种他有慢慢的，或者说他有不小心去营造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感觉跟氛围，所以你有时候就会不自觉的会很容易的去陷入在那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只是也可以知道说他在过往的感情史，或者说你们之间相处的之前的话，应该是他有受到了一点的伤害，或者是说他有觉得可能跟你相处在一起，他可能是配不上你的，或者是说你们俩之间在变得比较要好的时候，就是那种有互相暧昧感觉之前，你可能有其他的对象，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说你可能就是不是你并没有那么在意他，就是你们俩之间那种在意的那时间点，有时候是有点错开的，也可以算是说一个在错误的时间点，两个之间相遇了，那就很容易会有关系里面当他在乎你的时候你不在乎他，那当你在乎他的时候他又不在乎你，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出现。所以呢也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就是因为他在过往的感情史，或者是说跟你之间相处的那种错开这样两个可能性，导致于说让他虽然会想要去在乎你们心情，或者说他会去留意到你们可能在对于他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当有想要去确立关系，他反而就是会稍微有点退出，或者是说会就是稍微会有点想要避开来。那他这个人目前其实在对说是要交往在一起，或者是说是要更深入的话，他反而是还没有这方面的想法，甚至他会比较是着重在于说他该如何去让自己
再去相信爱情，或者说再去相信一段关系，他有可能就是因为过往他是有受到他人的欺骗，或者是说有被别人给利用，又或者是他付出了一切，付出很多，但最后面都是一场空。所以呢，现在他反而会变得更加谨慎。那同时，他也会更加希望说，一段关系一定要走得比较远，或者是说两之间必须要认识的比较久，那么他才会慢慢的愿意去交出他的真心，或者是说他才会愿意想要去经营这段关系。所以因此，在你们关系里面，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是还在一个经营的阶段，可能对你来说是已经很久了，但对他来说可能才是刚刚开始。所以跟正真相处的话，反而会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那同时也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当他在面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在面对于你的感受，或者说你的想法，或者是你的心情的话，他确实就会容易会用他可能跟朋友之间相处的方式来跟你们相处，然后让这段关系可以继续下去。所以当你们可能真的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反而真的就会舍不得，会去把他那个最深层的自己给激发出来。然后这个人当他在表达，他可能在你可能心情不好，或者是说你可能心情沮丧的时候，他表达方式通常会是比较让你觉得有点好像他不是很在乎你，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其实在面对说我们这段关系，他是有时候他真的不太会表达他自己的要如何去安慰你这件事情，甚至有时候他会觉得可能有一点尴尬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可能就是可能想说默默的陪伴你在你身边，什么都不出声，这样也可以，或者说他可能就会买一点小礼物，或者说买一杯咖啡，买一杯珍奶，就是想要这样的方式去安慰你，或者是会想讲一则笑话来去让你比较开心。但是当你真的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拥抱的时候，他反而就会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太多咯，就是稍微有一点保持距离。但如果说只是一般像那种送礼物送那种小东西，或者说比较不会有那种让人误会的东西，那么他就还是会愿意的去逗你开心。所以因此也常常会让你觉得可能会有点困惑，就是说他为什么很在乎你，但是为什么他又不想给你承诺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把他自己给疗愈好，所以他在面对所谓亲密之间的关系，他是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面对，或者说还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新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不妨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喜欢这个人，你们可能可以再考虑看看究竟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那如果说你们真的还是想要的话，就是可以选择继续等下去，看看说这段关系是不是有一个翻盘的机会。但如果说你们真的不想等的话，其实你们也可以就是潇洒的放下这个人，就是跟他当好朋友就好，反正没有在一起也是不一定就是说没有在一起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有时候也可能是因为宇宙让你绕了一个弯，让你等着准备要遇见下一个对的人，也是有可能的。好，这些话呢就以上选到在主牌追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世界牌组的朋友，那么在台面上的话，宇宙透过塔罗牌所带给我们的讯息，其实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的成长的话，你反而会更加的去注重你自己心中的感觉，又或者是你会去在乎自己所谓灵性成长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这个学习的路程。其实你过往的话，反而在面对于感情，你通常会容易的表达出，或者说容易会表现出你可能在意什么，或者是你希望可以以什么样的关系发展，或者是你会很不自觉的想要去对对方好，那其实对方也很容易会察觉到，就是你有时候会容易的去投入一段爱河，或者说你会容易的对别人产生一种好感的感觉。但是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后，你开始渐渐发现到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个性上可能需要改变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到其实自己有时候心中会觉得有一种空虚，或者说会有一种空洞的感觉，但是你没有感觉到寂寞，你只感觉到有一种空虚跟空洞感觉，但是你其实一直想要去探索，或者说你一直想要去明白到底为什么会有不自觉产生出这种好像自己迷失了方向，但是又好像仿佛知道前面要怎么那个路要怎么走，可是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向前走，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其实在你遇到这个人，你们确实在这个
关系之中发生了很多的争执，或者说可能会有蛮多一些不愉快的场面，但是总是会因为你过往可能在感情总是受挫，或者是说比较不容易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你就是一直付出，所以在你面对这个人之后，你反而会更加知道说你应该如何去经营一段关系，或者说跟这人相处，你反而会有很多的方法，就是当这个人他做了什么，比较不会去影响到你们的心情，或者说比较不会去影响到你们的作息，也不会去影响到你们的生活的步调，因为有的人会因为太过于在乎对方，反而会去失去了他自己本来的特色，但你们没有，你们反而遇到这个人之后，其实一开始你可能会稍微有点患得患失，但是在随着你们开始逐渐的发现到自己好像不应该再这样子颓废下去，或者说不能再这样子被他给有所操控，所以你反而会更加的着重在于你们自己内心中感受，当对方惹你不爽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试着去硬起来，或者说你就会让对方明白或是明确的知道你现在就是不爽，你现在就是可能对于说他的付出你就是觉得不开心，就是就算他没有办法去回报给你们，或者是说他是没办法给你们这段关系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改变，但是你就想要让他明白知道他这么做是已经踩到了底线，或者是说让你已经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你是开始有萌生出想要离开的这个念头，或者是你可能对于说这段关系相处的一个方式你会觉得有点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时候，其实在跟对方相处的过程中，如果说真的有遇到一些的摩擦，或者说不开心，有时候你反而会有种坏习惯，就是你会闷不吭声，不想跟对方讲话，然后对方有时候他可能也不晓得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也是等到很后期才会知道说原来这就是你个性上的一个部分。直接一刚开始或者说刚在初期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有时候可能不太好聊天啊，或者说你说讲到一半突然就不讲话了，他觉得气氛就有点尴尬，甚至有时候当你觉得心中对他可能有很多的怒火的时候，你就是有时候会有点不留情面的，算是对他感觉就是让他感觉到有点难堪，也不一定是有斥责他，反正就是会对他会有时候会故意把他当成空气，不理他到底在说什么，甚至有时候你会不小心，或应该是也没有不小心，就是可能会有点刻意的就是会有点故意跟他失约，就是故意放他鸽子，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对他讲出一些比较不好听的话，比较难听的话，但是其实你也知道说这并不是你的本意，反正在这件事情过后的话，你心里面会有一种比较愧对于他，或者是说你在对说这段关系，你反而会有时候因为这样子的事情，这样的自己，你反而会想要为了这段关系做更多，所以就会因为导致于说这样子的状况，让你这段关系有时候会有一种忽远忽近的感觉，但是你其实也知道说这或许是你们之间必须要去面对到的课题，或者说面对到的这样的一个必须要去学习面对的这个事情。所以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也算是说带给你一个还蛮多的成长，或者说面对于感情你会有更多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会有从各种的角度来去看待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所以在对于说你之后如果说真的有遇到新的对象，你也一样会同样的方式，你会尽可能去保护你们自己，不会再去伤害，被对方给伤害到，甚至你也不会想再去伤害到这每一段关系，反而会用更成熟的角度，或者说更成熟的方式，更成熟的谈话，更成熟的作为来去让每一段关系可以变得更好。那其实在对方心目中的话，你确实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存在。不过呢，有时候关系里面的话他确实有时候也不太敢想的太多，其实一开始他反而会对于你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有受到吸引的，他反而会觉得你是跟他一直以来所认识的人是比较有新鲜感，所以呢，一刚开始跟你相处的时候，他确实会比较没办法去掌握，或是他也没办法比较去拿捏得到你们可能在对于爱情啊，或者是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或是你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相处，或者说会让对方感受到你们可能是对于对方是不是有好感的等等之类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在对他来说，他跟你相处一开始他可能会比较去在意你的想法，或者是说他会比较想要去明白说你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在随着时间久了，相处时间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下，他开始会有点懒散，或者是说他开始就会让这段关系比较像是顺其自然的方式相处下去，就不会想要再去
特别的去专注，或者说特别去为这段关系做点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同时呢，你们跟他一直来所认识的人的话，其实会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你们的外表，或者是说你们的性格，或者你们可能在面对感情，或者是你们可能在面对于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些的一个想法跟方法的方式，都跟他一直来所认识身边的人，所以是比较不同的。所以因此你在他心目中的那个地位，其实会有一种总是一直不断的在转变。当他发现到你又有更不一样的时候，他又帮你加了一分，然后你的加重量又变得更重一点。但如果说当他发现你这个部分跟他以前可能所讨厌的那个人是有相同的行为，他就开始觉得这个真的不行，那就开始会被你扣一分。那在这个相处过程中，其实他反而会觉得有种像是在狩猎的感觉，就是你们俩之间那种你追我跑，然后或者是他跑你追，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关系的个相处的过程中会觉得还蛮快乐，或者是有时候会甚至感觉到还蛮浪漫。所以这个会让他想要去绞尽脑汁的去让这段关系更加的接近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你应该会觉得他的有些行为会让你觉得有点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说他有时候为什么就会听不懂你说什么，就是因为他有时候脑袋确实你是一个跟他所新认识的，或者是说并没有遇过的这个类型的人，所以他确实要一直不断的是尝试各种不同方法，只有说他是会忘记要如何跟你们相处这样的一个小诀窍。不过至少他还是会愿意希望说跟你之间相处这个过程中是能够让这段关系带来更多的火花，或者说让这段关系带来会有更多的那种相处愉快的氛围。所以呢，同时也可以知道说，当你们俩之间可能在关系里面都同时达到一个频率的时候，反而对方会跟你比较靠近，或者说对方会想要跟你一起共进晚餐，或者是会想要跟你一起吃饭，想跟你一直长期聚在一起。反而关系里面的话，就会有一种比较暧昧的情愫，或者说会有一种比较暧昧的氛围。但是如果说真的你们做了什么，然后去影响到他的话，其实牌面上的来说，这部分是比较没有发生的，或者说可能也比较不太可能，因为你们做什么，然后就会去改变他，然后改变这段关系，他可能想要多做点什么样的努力，他是不会到有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话，反而会有点像是顺其自然的发展，或者是说，当关系里面你们可能真的有稍微有点离他远了，或者是说你们可能对他有点不耐烦了，又或者是你们对他关系可能开始有点破裂的情况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想要尝试着去把你们追回来，或者说想要尝试着去压制着你们，或者是说想要把你们绑在他的身边，就是并不会想要去让你们这么的轻易的离开。因为对他来说，其实跟你们想要在一起，就是因为他能够找到他自己，或者说是能够很愉快，或者是能够以他自己想要的方式跟你相处。所以呢，他怎么会那么轻易的愿意去放下一段关系可以被他给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其实你们在对方心目中的话，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存在。那不过为什么关系你们都会一直感觉到有种停滞不前，或者是说一直都没有办法有所突破，或者是每当到个关键点的时候，对方好像突然就是好像有事情要忙，你就很难约得到他，或者是他反而会有种避而不见面，或者是反而这段关系相处上面会慢慢的冷却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他来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反而会想要去慢慢的经营，或者说他想要去透过跟你相处下来之后，他才能有办法去更加的了解到你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有时候关系里面，如果说发展太快，他反而会有点害怕，然后他反而会想要有点克制关系上的一个进展。你们对他来说是重要的，甚至他也会希望说可以去更加的了解你们。但这个爱情的成分的话，这个可能是还有需要再加强，可是还蛮有机会的。因为你们对他来说的话，就是因为他会想要把你们留在他身边，然后但是他只是又会比较担心害怕说是不是关系后面又会结束，所以他希望可以透过更加的了解你，再去确认他
更多的心意。那有一部分就是你跟对方可能目前是已经有在稳定交往中，如果说是稳定交往中的话，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只是如果说你们真的要往感情中的下一步那么快的话，对方反而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他反而也就希望说关系先暂时停留在目前这个现况就好，先累积了更多的财富，或者说累积了更多在关系上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说先遇到各种大风大浪，再决定结婚，或许会来得更加的合适。但如果说关系之中都一直是平稳的话，他反而会认为比较难以去看到关系里面在发展呢，或者说在相处上面的一些的症结点，那就容易在未来可能就会有分离分开，或者说会有一些不好的结局收场，所以他会尽可能去避免。但如果说是属于非交往中的人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其实关系里面为什么他会对你们可能会就是说会有一种好像在警惕你们，或者是说反而会不太愿意的有让你们之间关系更加的靠近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他在面对感情，就刚刚前面提到，他是喜欢那种狩猎的感觉，他喜欢去照顾人，然后去想要得到他所得不到的东西，所以当你越容易让他感觉到你是都是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反而会容易去忽视掉你对他来说是有多重要，因为其实你在他心目中确实很重要，不然他就不会愿意花时间。但是这个有时候他会容易太过于去忽略掉别人所对于他的好，其实这也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在个性上，或者说在面对爱情上面的话，是太过于去重视他自己的感受，或者说会太过于去重视两人之间一个发展的未来的一个走向。所以呢，当两人之间如果说如果真的两人之间的关系会是还不错，可是两人之间的所谓身份啊，或者说金钱啊，或者说想法上差异真的太大的话，在他来说，如果说他真的努力了之后还是没有所结果的话，那么可能他就会选择果断的放弃，他就是不会一直说非要执着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里面。其实这个人他把你们在他心目中的那个存在，他是向往着更加的纯洁，更加的纯真，或者是说感觉到有更加的就是说他是很能够做他自己可能在面对的关系里面所想要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所以因此在选择这组的你们其实会需要去了解到究竟对方他喜欢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他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感情上的经营的模式，或者说他喜欢在爱情里面两之间相处的方式。因为其实这个人他会有时候当关系又更进一步的时候，他会突然踩刹车，甚至他可能会找一些方法想要让关系稍微有点退缩。就是他这个人做法会反而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希望说他的每一段感情是可以在他努力，或者说两之间长期相处下来之后，他再来得到。如果说有时候太快得到的话，他怕会卡住，或者他可能就会怕说关系里面是不是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跟难关。那同时也会希望说两人之间的想法或者是三观上面都是可以一起往前迈进的。所以对他来说，你确实非常的重要，但是重要的程度就是你们要非常的当心，也要非常留意，就是你们不要为对方做太多，真的做太多，对方就会认为你不重要。但是等到你们离开他，他会发现到你们又很重要。就是这个人他想法上面可能就会有一点就是什么跳跃嘛，对，或者说他可能这个人在想法上面的话，就会比较不会去太顾虑到你的感受。那这时候你们就要非常的当心跟留意。那同时也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本来在对说你这段关系，他是会有一点期待，或者说他会蛮在乎你们。不过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你们这段关系曾经真的有经历过，有人是断联过，或者说有人可能是分手过，然后现在可能有复合，或者是现在可能又重新恢复联系，或者你们可能曾经有在争吵过，然后现在可能又和好。那有部分就是可能曾经有疏远过，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在对说我们这段关系本来呢，他会希望说两之间相处的话是可以一直都好下去，或者说在跟你开始相处就对你很有感觉，但是你好像似乎反而跟他是保持适当距离，他就会觉得心中会有一点受伤。那同时对他来说，他会不自觉受到你的吸引，然后他会很常的想要去翻阅你们之间的合照啊，或者说你的照片，或者是说你的一些的想法跟思维。其实这个人他有时候会想要去探索你这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你是有一些感情上的伤痛，
或者说你现在生活里面是有一些的让你感觉到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状况，其实这个人他非常的在乎你们的心情，甚至他会试着想要去理解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当你们面对于说情绪低落，或者说当你们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的时候，你们又会该如何的去面对，或者说该如何的去挑战。只是有时候这个人他可能在去了解你的这个做法的话，会是属于比较笨拙的，所以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好像被他问的时候，是有点像在被拷问，或者说好像就是在做笔录一样，或者是好像在考试一样那种简答题啊、问答题。但是其实上对方对于说你的关心的话，他是打从心底的想要去了解到你是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想要去了解到你可能目前的现况是如何。所以在你们关系里面，有时候当他去特别的关注到你们心情，或者说当你们有特别去聊到你的心情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的很留恋，或者他会不自觉的有点迷恋着这样的你们。所以这个人他在面对说感情的话，通常会一种比较特别的，只是他很容易就是说他会知道说他不能因为你的分享，或者说你的这个心情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他就会有所的在乎，他会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一个关系，或者说一个比较不健康的一个开始的这个机会跟象征。所以他反而会希望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话，可以慢慢的前进，然后或者是说可以去照顾到彼此的心情。但是如果说真的要马上有一个关系上的一个结果确立的话，他会认为其实这个还需要再缓缓，或者说还是需要花点时间再去确认。那么再来就是，如果说当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有时候你们的表现看起来很难过、很悲伤，希望他来安慰你，然后他好像就会有点故意视而不见，或者是说他反而会有一点忽视掉你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当下会觉得他心情真的还蛮烦闷的。因为你们这段关系对他来说，有时候只是一种熟悉的感觉，所以只是他一个认识还不错的一个朋友，或者说已经认识非常久的人。那在对于说你们关系，他就是会以一个站在朋友的角度的立场去看待你，或者是说去帮助你们。但如果说真的想要做点什么去拉近你们这段关系在爱情里面的一个身份，或者是说爱情里面的距离的话，其实这个情况来看是属于比较难的。如果说真的唯一有机会的话，那么就是当他想要去多了解你的一些想法跟你的个性，或者说你可能在对中某些事情的观点的话，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就是对方他会愿意想要花那样的时间去了解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特质。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你们有发现对方可能最近心情还不错，还比较有时间去找你们的时候，那你们确实偶尔呢是可以使出一种比较像是美人计啊，或者说苦肉计的方式来去吸引他对你们这段关系那种怜悯之心，或者说来安慰你。但是说可能他真的很忙，或者他真的也没时间，你们又去搞出这种想要被他安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那么他就会觉得你们很烦，然后就可能会觉得你们是不是有意图不轨，是不是有其他一个想法。那关系里面的话，他会非常的在乎跟重视两之间的相处上的公平性，所以当他每次都一直很在乎你，然后都是有去关心你的话，那么一定要一直去关心他，因为不然如果说就他自己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他就会觉得这段关系其实是不平等的，是不公平的，那么他可能就会考虑让两之间的距离慢慢的拉开。那对他来说，如果说当他决定关系要拉开距离的时候，通常就是已经不太会有机会，就很难再去挽回。所以千万记得跟这人相处，就必须要去把握住每一个相处的可能性，然后也不要让他就是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慢慢的去降低，要不然这样的话就会让他开始渐渐的不会去太过于在乎你们的心情，或者说不太会去在乎你们的一些的想法。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派出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